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谈论自律时，总会被那些看似天选之子的人所吸引？他们不刷短视频，不熬夜，不沉迷垃圾食品，仿佛轻而易举地抵挡住了所有诱惑。但事实真是这样吗？其实，连马斯克都承认，自律不是简单的硬扛，而是用对了方法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个能够改变生活的小技巧——替代法，以及如何用奖励和惩罚机制，轻松摆脱那些让人欲罢不能的垃圾快乐，走上自律的快车道。垃圾快乐本质上是一种来得快，消失也快的满足感。比如，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，你可能一刷就是几个小时，完全停不下来。一盘薯片，一杯奶茶，更是能让你瞬间忘掉烦恼。但这些短暂的快乐很快就会留下代价，时间浪费了，健康恶化了，甚至连自信心都被掏空了。说到底，这些快乐更像是糖衣炮弹，一击即中，却埋下了后患。我们总觉得戒掉这些习惯是天大的难事，其实是因为我们用错了方法。习惯并不是靠意志力一时压制就能改变的，它像根深蒂固的大树，硬拔只会弄得筋疲力尽，甚至反弹更厉害。要想真正改变，就得用新习惯慢慢挤掉旧习惯，用替代法让好的东西取代坏的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是个零食控，与其逼自己不碰任何零食，不如尝试选择健康的替代品，比如无糖坚果、低脂酸奶。这些食物既能满足嘴馋，又不会对健康造成太大影响。同样的，若你沉迷短视频，不如换成一本有趣的小说或做一些简单的手工，既能让大脑放松，又能获得更持久的满足感。这种替代法看似简单，却非常有效，因为它迎合了人类天性中的寻求快乐的需求。再说运动吧，很多人对健身的抗拒，往往源于他们把运动当成了一件痛苦的事儿，而真正的高手，则是把运动和自己喜欢的东西结合起来。比如，有人跑步时听有声书，把健身变成了看书时间；还有人像阿杰一样，用自己爱吃的食物作为奖励，让运动变成一种换取美味的乐趣。这样的改变，不仅让运动从不得不做变成了我愿意做，还让原本看似无趣的健身变得充满期待。其实，替代法的精髓在于找到让你更有动力、更愿意去坚持的理由。想学一门新语言，光靠兴趣未必够，还得找到明确的动机，比如出国旅行、看原版影视剧等。有了这些具体的目标，你会发现学习的过程不再那么枯燥，而是一种探索新世界的乐趣。早起也是如此。如果你能在清晨为自己创造一段愉快的时光，比如泡杯咖啡，静静地看会儿书，早起便不再是被闹钟逼迫的任务，而是一种享受。当然，改变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偶尔的放纵在所难免，但真正重要的是能否快速调整，重新上路。如果今天多吃了点高热量零食，不必因此自责到放弃整个健康计划，而是告诉自己明天更努力就行了。就像生活中的每一次翻车，并不会彻底毁掉我们的目标，只要我们愿意从中总结经验，继续前行。嗑瓜子效应的魅力在于它朴实无华，却直击人心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嗑第一颗瓜子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有多难，甚至可以说，这一过程是无意识的。然而，一旦开始，你会不自觉地继续下去，直到一袋瓜子被消灭。这一行为模式看似简单，却包含了行为习惯的深层逻辑。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，它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最终形成巨大的影响。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抱怨，我太懒了，自律不起来。其实问题不在于懒，而在于目标过于庞大，容易让人打退堂鼓。我的朋友小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他曾经信誓旦旦的要每天早起跑步1小时，但每次都坚持不过3天。后来他聪明的调整策略，从每天早起10分钟开始，用这10分钟泡一杯咖啡，
享受清晨的安静。这种微小的改变不但没有给他压力，反而让他开始期待早起的时光。慢慢的，他从散步变成慢跑，再从慢跑变成晨跑。几个月后，他已经可以轻松跑完5公里，并且每天精神焕发。这就是嗑瓜子效应的力量，从小事着手，一步步推进，让改变自然发生。不仅如此，这种微习惯的理念还可以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比如，许多人想读书，却因为没有时间而一直拖延。如果你愿意每天花5分钟读几页书，1个月下来就可以读完1本。再比如，想减少外卖频率，可以从每周多做1顿饭开始，慢慢养成做饭的兴趣。这些改变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，它们会累积成显而易见的成果。正如水滴石穿，不是因为水滴有多强，而是它一直在滴。当然，嗑瓜子效应不仅仅适用于培养好习惯，还能帮助我们戒掉坏习惯。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，晚上想早点睡觉，但手却不听使唤地打开了短视频软件，结果一刷就是1小时。这个时候，如何摆脱诱惑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增加阻力，比如将那些容易让你分心的应用藏到一个难找的文件夹里，还可以取个枯燥无趣的名字，比如学习资料库。这个小动作虽然简单，却能让你多思考几秒钟，给自己一个停止的机会。同样，想戒掉零食，可以把它们放到你需要费力才能够得着的地方，比如高高的顶柜或者锁起来。每当你为了吃1包薯片而需要攀岩时，或许就会因为太麻烦而放弃。此外，面对坏习惯，意志力不是万能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巧妙的设计，让不良行为变得更难进行。比如，想减少刷手机的时间，可以在晚上为自己设置一个定时锁屏，或干脆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。刚开始可能会有些不适应，但一旦习惯了这些麻烦，坏习惯就会逐渐远离你。这样的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尝试和调整。从最小的地方开始，每天迈出1小步，就会发现，原来看似难以克服的障碍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。就像嗑瓜子，从第1颗开始，一点点积累，最终实现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都尝试过设立奖励机制，比如完成任务后犒劳自己1顿大餐，或买一件心仪的物品。然而，奖励机制常常事与愿违，因为大部分人习惯了推迟满足感，觉得奖励随时都能得到，反倒让行动变得不紧不慢，甚至完全放弃。而惩罚机制则不同，它的核心在于害怕失去。这种机制是如何触及人性的7寸的呢？设想一下，你今天原计划完成一项重要工作，然而在慵懒的下午，你的手忍不住滑向手机，心想着晚点再做。这时，如果你设立了一个狠招，为完成任务就要给一个不喜欢的组织捐钱，结果会如何？每当你拖延时，一想到那笔钱可能会流向你极度厌恶的地方，血压瞬间飙升。这种不甘心能让你立刻集中精神完成任务。相比奖励机制，惩罚机制更能迅速触发人类本能中的趋利避害。当然，惩罚机制并非单一固定，而是灵活多变的。有人选择金钱惩罚，也有人偏爱社交压力的束缚。比如，把你的目标告诉朋友，设定若未完成任务就必须在朋友圈公开认怂的惩罚。社交羞耻感往往是一剂猛药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在熟人面前颜面扫地。再比如，你可以设定每拖延1天任务，就要做1项额外的家务，甚至承诺帮朋友免费做苦力。这样，当惩罚成为现实，你对任务的拖延将大大减少。更妙的是，惩罚机制并非孤立存在。为了避免压力山大，我们可以加入一个救赎机制。这一机制可以让人在完成任务时，通过抵消1次惩罚，获得心理上的正向激励。比如，
1周内完成所有目标后，可以免除一笔本应执行的惩罚。这样一来，奖励与惩罚双向并举，让我们既有压力又有动力，在坚持中找到平衡。然而，除了个人的努力，外界环境也对自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。正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坏朋友的影响不可小觑。你是否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下定决心早睡，却因朋友的一句再聊5分钟，结果通宵达旦；决定减肥健身，却被朋友的一句偶尔放松一下无妨拖去烧烤摊。这些坏朋友也许本意是好，但对你的自律计划却是巨大干扰。应对这些干扰的方法之一，就是直接明确自己的底线，果断拒绝那些可能破坏计划的邀请。必要时，你甚至可以重新调整与这些朋友的相处方式，或将他们也拉入你的自律计划中，形成一个共同努力的团体。而在摆脱坏朋友的同时，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更为关键。无论是线上自律打卡群，还是身边有共同目标的朋友，他们不仅能激励你坚持，还能为你提供新的方法和灵感。例如，加入减肥群，每日记录饮食与运动，或在学习群中分享心得与进步。这些积极的互动能为你的自律之路增添动力。若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伙伴，可以通过阅读励志书籍，观看正能量博主的视频来寻找精神上的支持。这种环境改造在潜移默化中，将你的生活模式推向积极的一面。此外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，坏习惯往往是我们情绪问题的表象。无尽的拖延、暴饮暴食、沉迷娱乐，其实都可能源于焦虑、孤独或其他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。因此，要改变坏习惯，首先需要找到其背后的根源。例如，如果你因为压力暴饮暴食，那么运动或冥想可能会是更健康的释放方式。如果你因为任务复杂而拖延，那么将大任务分解为小步骤，或为每一步设立明确的时间节点，能让你更加有条不紊地完成目标。当我们学会解开这些心结后，会发现坏习惯并非不可战胜，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对抗它们，不如直面自己的真实需求，找到更健康的替代方式，让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向好发展。惩罚机制并不是一种自虐的方法，而是用巧妙的方式利用人性的弱点推动我们前行。设立惩罚，让我们在害怕失去中找到继续努力的动力，搭配救赎机制，又让我们能在坚持中感受到期待与奖励的平衡。这种方法将枯燥的自律变成了一场带有挑战的游戏，让生活充满意义。正如古人所说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适当的逼迫自己，能让我们发现原来生活的潜力是如此巨大。而在这过程中，我们不仅会看到目标的达成，更会重新认识自我。每一次突破都是一次与惰性斗争的胜利，每一步前进都让我们离更好的自己更进一步。所以，不妨从今天开始，为自己设立一个小小的惩罚机制，迈出走向自律的第一步。你会发现，这种自我逼迫的方式，虽然有些辛苦，却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。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向前，而惩罚机制就是你脚下的助推器。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但它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。通过替代法、奖励和惩罚机制，再加上环境的调整和情绪的梳理，我们不仅能摆脱垃圾快乐的困扰，还能让生活变得更加高效和充实。记住，自律不是一种束缚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当你迈出改变的第一步，你会发现，生活中那些看似难以突破的障碍，其实都能被一个微小的行动撬动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关注我，让我们一起解锁更多关于财富与成长的智慧。